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前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分享了最近因为大势影响而出现大回调的领域，那就是我们马股的科技领域，并来看看如今是否有反弹的迹象，和以往他们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的走势。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片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一家刚刚改名而受到疫情打击的附属股。今天我们就会来看看他们PN17 到底是什么东西，又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将他们带出 PN17， 与他们如今的现金还能支撑多久？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荧幕前的你还是新手，不知道要如何入手马股，那就请你来参加扭转乾坤的纵横马股入门班吧。里面将会教大家如何从大势着手，选择出有看头的领域和公司，并教大家入门的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开始你们的投资里程。名额有限，要报名的可以到留言区的链接点击报名哦。如今只需要80级80仙就能听到小片我线上为你们讲解马股哦，时间是每逢周六的早上10点。那进入正题之前，我们也来更新一下 AirAsia 的资讯，也就是 AirAsia Group Berhad 在2月10日已经正式改名为 Capital A Berhad， 所以今天我们将不会再用 AirAsia， 而是用 Capital A。虽然小片还是有点不习惯。那进入正题，首先众所周知，目前 Capital A 已经是被 Bursa Malaysia 列为 PN17 的公司，而且在1月13号 Capital A 也向 Bursa Malaysia 申请了暂缓措施延长至1月7日，但是这个申请是已经被驳回。那其实 Capital A 早在2020年7月时就触发了 Bursa Malaysia 的 PN17 机制，但是由于当时 Bursa Malaysia 考量到疫情的缘故，推出了缓解措施，所以他们才被暂时豁免列入 PN17 行列，并拥有18个月宽限。但是目前宽限已经结束，该来的还是来了。那在深入 Capital A 的 PN17 的问题之前，我们就必须先来了解到底什么是 PN17。那 PN17 全名是 Practice Note 17 2005， 简单的说就是那些在大马上市的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并且触发了 Bursa Malaysia 所设立的机制后，就会受到 Bursa Malaysia 列入为 PN17 的行列。那到底是哪一些机制呢？其中就有6大机制，分别是第一，股权总额 Total Equity 等于或低于上市公司已经发行和实收的资本 Capital Share 总额的 25%， 或者是低于股东权益少于4000万令吉。第二，已任命接管人或管理人控制了上市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Total Asset 的至少 50%。第三，占上市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Total Asset 至少 50% 的子公司或联营公司被清盘。第四，审计师对该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发表了否定意见或者放弃意见。第五，审计师在上市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中质疑上市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也就是 going concern， 而且该上市公司发行人的综合股东权益是上市发行的实收资本的 50% 或以下。第六，上市公司主要的附属公司或主要联营公司拖欠付款，而该上市公司无法提供偿还能力的声明。那到底 Capital A 触犯了哪一条机制呢？答案就是机制1和机制4。我们先来说机制1，也就是根据2020年的财年审计的财务报表，他们触发了股本 Total Equity 少过或等于股东权益 Share Capital 的 25%， 以及股本 Total Equity 少于4000万令吉。之后触犯了机制4，就是他们的外部审计师 Ernst & Young 就在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审计财务报表发表了与持续经营有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无保留审计意见。那接下来 Capital A 到底有哪一些方法来解除这2项 PN17 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一家公司被列入 PN17 时，他们必须在12个月的期限内改善公司的财务问题，并且必须提成完整的重组计划给大马证监会 SC 以及 Bursa Malaysia， 并获得批准。而且万一他们不能在期限内完成上述的要求，或者完成重组计划，那么他们将会从大马交易所被除牌。那首先我们就来分析他们触犯的机制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irAsia 从2019年起每年的盈利表现直到目前都是亏损状态，而2020年也因疫情的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从2019年后就一落千丈，所以导致 AirAsia 的股东权益不断下滑，也因此引发了我们所提到的 PN17 机制。那我们再深入了解 Capital A 的财务状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截至2021年9月，目前他们的 Total Equity 是负 5.9 个 billion。如果要解除 PN17 的话， Total Equity 必须至少是实收资
本 share capital 总额的25%，而目前他们的 share capital 是8.6个 million， 也意味着就算 Capital A 售卖整个公司的资产，也不足以填补整个负债。而解除 PN17 机制4的前提就是 Capital A 在2021年财政年的 Total Equity 必须至少达到2.5 billion 的水平。那要达到这一个水平，如果单单靠公司赚取盈利和在未来不派发任何股息的前提下，在2022年他们的年度净盈利必须达到8.4个 billion， 才能将 Total Equity 提高到 Share Capital 的25%。但是纵观 AirAsia 历年来最高的年度盈利也只不过是2个 billion， 所以要通过这个办法根本是天方夜谭。那是不是说 Capital A 就这样完蛋了呢？被下市在所难免，其实还没那么悲观。而这里就有几项 Capital A 可以通过的方法来筹募资金，以增长股东权益的方式来解除 PN17 的机制是：第一，就是豁免他们高昂的炎帝飞机租金，这预计可获得2.5个 billion， 但是当然这个方法是有难度的。那第二，就是把他们的数码业务上市，就像 Capital A 旗下的 BigPay、AirAsia Ride、AirAsia Food、Teleport 等业务，这也预计可获得5.2个 billion。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Capital A 那么急着推行他们的 Super App。而第三，就是将他们之前的资产使用权减值 Impairment of Right of Use Asset 做出回计，也就是 Reversal， 估计将会获得552个 million。然后第四，就是拆分印度尼西亚亚航和菲律宾亚航的业务，预计可获得2.23个 billion。而最后就是出售资产，例如维护、维修和运营部门。那如果 Capital A 全数执行这一些方案的话，他们就可以获得11.45个 billion， 已经是非常足以填补股东权益的坑，并满足不上 Malaysia 解除 PN17 机制的条件。那之后来到他们触犯的机制1，也就是他们的外部审计师 Ernst Young 发表了与持续经营有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和无保留审计意见。那关于他们的持续运营能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分析。那根据 Capital A 最新季度报告，截至第3个季度，他们一共持有400个 million 的现金。不过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 ，AirAsia 目前已经透过私下配售可赎回、可转换无抵押伊斯兰债券 RCUIDS、BigPay 投资等方式，获得大约2.6个 billion。所以以2020年最糟糕的营运开销2.1个 billion 来算的话 ，Capital A 通过这次的筹款策略，最坏估计都足以支撑大约1年多。而且他们也表示，在接下来也有一连串的融资计划，所以 Capital A 的运营支撑到2023年应该没有什么难度。之后我们也来说说他们的利好因素，那就是国家付出理事会主席慕尤丁在2月8日的记者会就表示，他们会建议并且赞同大马边境可以最早在3月1日开放，而且入境者无需强制隔离，以支持大马全面复苏，特别是旅游以及航空业务。那一旦开放 ，Capital A 从国外飞往国内的航班的需求必定大大提升，而且 Capital A 的股价也在记者会当天水涨船高，收市时上涨了17%。不过，投资者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只是国家付出理事会的建议，不一定会实施。而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uk Seri Hishamuddin 也表示，内阁不一定会跟从，而这项建议仍需要通过内阁的讨论和决定。那至于利空方面，则是大马航空委员会 MEFCOM 分发了2张航空服务执照 ALS， 也就是马来西亚将会有2家新的航空公司，并与 Capital A 竞争。第一家新成立的航空公司是 My Airline Sdn Bhd， 主打 Ultra Low Cost Carrier， 也就是提供超廉价的航空服务，这将会挑战 Capital A 在廉价航空业务的主导地位。而另一家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则是罗佛地产公司 SKS 集团所成立的 SKS Airways， 他们主要专注从马来西亚半岛主要城市飞往岛屿和沿海度假胜地的国内短程廉价航班，已经从1月25号开始投入运作。不过由于 SKS Airways 专注飞往岛屿和沿海度假胜地的国内航班，而 AirAsia 则是专注于飞往国内以及国外大城市的航班，所以对于 AirAsia 航空业务的竞争上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威胁。那在为大家总结之前，这里小编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的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向小编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小编的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的商业或利益关系哦。那综合我们的论点 ，AirAsia 在重组的路上依然是困难重重，不过也不至于绝路，而且 AirAsia 也仍在积极的进行融资计划，而且也筹募了一定的资金来维持营运。不仅如此，旗下的数码业务也正在逐渐
渐成长，所以相信如果脱离了 PM17 之后，前途将会一切光明。那以目前的你们觉得未来 Capital A 将会脱离 PM17 吗？觉得会的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不会的请打上2，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